今年2026难道是折叠机起打家的元年吗？神送力 Fold 8 Fold 8 Ultra 强势开卖 ，Fold 8一台起步价要快6万元呢。Fold 8 Ultra 最低阶 56G 也要到65900元。惊死人！连我这个用惯了 iPhone Pro Max 1T 大容量的，也只要58900元。这个折叠手机到底是虾米蛙哥要卖这么贵？你有需要用到1TB 空间这么大？不是啊 ，iPhone 周转率最差的就是1T 跟2T 嘛，卖不出去我就只好自己用一台啊。要不要卖你一台？我不用，我不用。为什么讲到神送力 Fold 8要牵扯到 iPhone 呢？还不是因为神送这次把 Fold 8改成这个怪样子。你看这台叫 Fold 7。而这台叫 Fold 8，两个完全不是一个样子。而跟 Fold 7长得比较像的，叫做这台 Fold 8 Ultra。那至于为什么神送要把力 Fold 8改成这样的大小呢？我们再仔细看一看这个外观尺寸嘛，根本就超级接近爆料中的 iPhone 折叠机大小。虽然现在还没有发布，我们当然还不知道真正的 iPhone 折叠机长什么样子，但这几年 iPhone 的保密防谍做得有够惨的。我们 iPhone 这么久，每次看到流出照都会想要反驳，我大苹果怎么可能会流出给你看？结果这几年都是真的。我今年1月就拿到了这台 3D 打印的 iPhone 折叠，你说夸不夸张？但回到问题，为什么这支力 Fold 8长得这么像 iPhone 的爆料机？其实这个答案也不难理解。虽然市场上制造这种高弯曲度的 OLED 萤幕厂家也不少，毕竟中国品牌倒是推出了不少折叠机，但能够通过 Apple 良率门槛的，目前只有神送 Display。根据诸多的媒体报道 ，Apple 的这块折叠萤幕就是交给神送做的，甚至还签了3年的独家供应协议。为什么 Apple 突然跟我下单这么多这个尺寸的萤幕啊？用卡生熊马在他们也想做折叠手机。我们有在做折叠手机啊。可是我们之前做的 Fold 7是这个尺寸啊。那我们 Fold 8就做这个尺寸啊。那已经量产的怎么办？搞错，搞起来。那这个由神送抢在 Apple 前面先推出，根据众多曝光，也极有可能是 Apple 最新折叠机的萤幕尺寸，会是折叠手机的新标准吗？先说啊，因为折叠 iPhone 还没有正式发表，以上跟以下的所有内容都是我们的猜测，也有可能 Apple 直接摆了大家一道，爆料全部都是假的。但在评测开始前，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这次我们真的是花超多钱的，我的老天爷 ！Fold 8跟 Fold 8 Ultra 2台加起来要125800，我们都自费买下来的，不业配不广告，就是我们对专业开箱的态度。评测不好做啊，各位，帮 Q 哥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然后顺便看一下这2台12万多的手机到底长什么样子吧。崩嘎，两支手机加起来要12万，我收听唔到无啊，三星真的是贫穷造成我想象力不足哎。这个12万握起来就是一长一短，很像我小时候早上6点看的卡通《老懒与好奶》，这也太老了吧。总之看得出来这2只手机在长度上还是有相当的差距。先来看这只短的，还蛮好开的，拿起来整体手感也还不错，单手也拿得住，大小刚刚好，还蛮有小平板的般，2手握起来感觉手游可以开下去了啊！不行，还在上班啊，而且好薄哦，重量也很轻，拿伸直的也没有违和感，没败。啊，再来看另外一支大机耶，颜色是鸢尾紫，它就是火影忍者里面戴面具那个鸢呐。突然改成拿这只觉得很细长，打开后也是很薄很轻，但可能是比较方形，会突然不知道手应该握直的还是握横的。像我这种松阿边没有拿过折叠手机这种高级货啊，这么大机也是蛮好开的啦，试试看单手也可以开吗？好像有点难，还是可以啊。不行，太大机啊。Fold 8呢？勉强可以，但是不建议啦，感觉都快要脱手了。是说这2只折痕不明显啊？怎么指纹这么明显呐？可能是叫你赶快来 Q 哥贴保护贴也快。就是你如果玩一玩累了，你要把它放上去，你会觉得这样就是这个跷跷板也敲得太夸张了吧，三星。看来还是来 Q 哥装个壳会好很多啦。那为什么要一直谈萤幕的尺寸呢？因为用折叠手机就是想要萤幕变大嘛，但也不是说萤幕大就好，重点是萤幕摊开后的比例是多少，使用感受度的好不好，以及双手操作舒不舒适。会做这个尺寸是一定有苹果的不对，是一定有神送的道理。我们先来看一般传统的折叠机逻辑，像这台 Fold 7。我有但我也有它的后继机 Fold 8 Ultra， 正面看就是标准的一般手机，6.5寸的长方形封面萤幕，摊开后8寸，长15.8，宽14.3公分，其实快要接近一片正方形了。但 Fold 8的思维逻辑又不同了，封面萤幕5.5寸，但是没有那么长，更矮胖一点，摊开后变7.6寸，虽然比 Fold 8 Ultra 小，但它的宽度其实比长度还要长，整体而言就是变宽了。对比一下 Ultra 是长度比宽度长。10:9几乎快要是正方形了啊！我就问，到底是
是谁会把平板做成接近正方形的？有 Fold 第1代到第7代摊开后都接近正方形，但 Fold 8摊开后4:3的长宽比更像一台 iPad mini 横摆。前几代的 iPad mini 都是4:3的比例，后来改满版后才变成3:2。目前 iPad Air 横摆也是4:3，所以不管是4:3、3:2，都是我们习惯使用的平板尺寸。如果不是这个尺寸，用起来就会有点不太舒适，像是 Fold 8 Ultra 或是过去以往几代的 Fold， 看影片的黑边巨大，直直的很像在看什么样的菜单，变成横的那条折痕就会直接横在中间。当然还是可以继续催眠自己，现在的技术很好，折叠肉眼几乎都看不见，但还是有一点感觉很好笑，就是这个铰链的长度可是要成本的，折痕理所当然也是越短越好。但过去几年的 Fold 跟今年的 Ultra 都把铰链放在最长的边上，这有道理吗？而 Fold 8的尺寸改这样，铰链变成在最短的那一边。在折叠手机里面，除了柔性 OLED 以外，铰链几乎是最重要的技术，而且铰链越长，成本也就越高。那一长一短使用上有差这么多吗？咱给台细果买棒前 Netflix 鬼灭之刃，怎么排起来反光有点重啊？实际看其实很清楚啦，这个 Fold 8播起来刚刚好，这后面很好，哇。黑边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，转成直的就真的不行了吧？但也不会有人这样看吧？如果真的想慢慢看，其实也做得到。看起来还不错吧？满版其实蛮不错的，但画质会差一点点。不过因为 Fold 8黑边较少，只会拉大一点点。反光 Ultra 打开后是直的，黑边巨大，必须转一下转成横的，是比较难跟 Fold 8比较啦。荧幕比较方嘛，看久了还是会习惯。但如果看 HBO Max 有那种更窄的电影，比方像这哇，这个就这个就超窄了，这已经不是16:9，是2.39:1了吧？不如干脆直接用封面荧幕看 ，Ultra 也能放大看，效果更惊人。但也裁切很多啊，构图感觉会跑掉，有种在看直视剧的感觉，说明这才是最适合看奥德赛的啊。我们也用 iPad mini 来看一下，我觉得差别巨大的是边框啊 ，iPad mini 的边框也太稠用了吧，都调到最亮了，亮度感觉还是比 Fold 8暗，而且 OLED 跟 LCD 还是有差别的啊。那画面很好，好漂亮哦。Fold 8看高画质 YouTube 影片也能美成这样，看我们 Q 哥影片也很赞哦，赶快订阅哦。用 Ultra 看 YouTube 啊，这个黑边就要忍耐一下，但是看直视影片无敌了啊，转都不用转。当然你可能会说，滑直视影片用封面荧幕看不就好了？还真的，但上下就会有一个黑边呐，可能是 YouTube 太细长了。我觉得刷直视短影片不会讲究那么多，就刷个废片嘛。但现在蛮多会做成方的，稍微横的，这个 Ultra 都能自适应，没败哦。尤其是 Fold 8转直的刷，黑边更少。不过好不好刷还是要看 Apple 的适配性，像脸书这个看起来就怪怪的，整个偏右下角，Instagram感觉要好很多。你看比起用封面幕刷60这样，才更适合给对刷直视小废片有讲究的人呐。我觉得废片刷起来都一样，没有人会在乎废片刷起来舒不舒服啊。有的看就好了。我小提醒用 Ultra 看的时候要时常注意双手有没有压到老爸，不然声音会闷闷的。买这个就是要看股票的嘛，你不买股票，你哪有钱买这只机子啊？对嘛，不要一直刷废片，要赚钱看股票嘛。一目了然啊，怎么今天这么绿啊？不是啦，是因为用 Fold 8看起来多清楚啊，看这个起起伏伏的线图多舒服啊。换了 Ultra 也是一样，用 iPad mini 看也是一样，差别就是折叠手机一次就搞定了。看 Excel 表格看 Word，Fold 8跟 Ultra 要直接替代平板，我认为没什么问题。还有分组功能也蛮适用的，不只是切一切要复工也可以。当然 Ultra 萤幕更大更好用一点，一边看报告一边刷小废片也是可以的哦。还有一种更极致的追求，双倍废片双倍废片呐，这个很酷，Ultra 应该可以做到更好吧？喜欢刷废片的千万别错过这个组合，尤其是 Ultra，真的好用，完全不浪费时间啊！而且你很高兴，你2个都可以按赞了。好啦，讲点正经的，我个人认为 Fold 8最赞的功能就是看漫画，不过可亏。你看这画面多棒啊！你看搭配那个井上的画风，直视几乎就是1页漫画的大小了，横是2页一起，尤其是 Fold 8就比一般漫画小本一点而已。我觉得不太行你看这个字真的太小，我看不太到。就这里你可能就得要放大看。那你可能会说，漫画还要买那最近集社100周年也有推出 Manga Minion， 有很多漫画可以免费看。当然网页的适配就没有 App 那么好，但调整好看起来还不错吧，只是有点难调啦。龙门集，家里正版的哦。对啊，正版的呢。除了漫画看电子书也是很方便，你看这个大小，文字阅读起来就非常合适，是没有像电子纸阅读器那么舒服，但比起用一般手机看要好上不少。想要看大一点字也不用一直换页了，尤其是看电子杂志会更轻松。而且用黑底白字看，我不会说完全看不到折痕，是感觉不到折痕要非常仔细或在某个角度下才会看得到，不会影响阅读体验。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看书，然后你不是一直都有办法带着电子阅读器的话，我觉得买这台真的超级棒。其实折叠手机的问题呢，一直都不是能不能折，而是折痕到底明不明显。我自己体感这2台在操作时不太会发现有折
痕，但很仔细的去看的话，人就可以看得出来有折痕的存在。但神送已经把这个存在感降到非常低了，对比上一代强调使用 Armor Face Hedge 的铰链技术来降低折痕，而这台 Fold 8更是从面板直接下手，使用了 Face Titanium。简单来讲，折叠萤幕不是薄薄的一片，而是有超薄玻璃、柔性 OLED 等好几层叠在一起，再靠最底层的支撑垫撑住了整片萤幕。这个支撑垫之前都是使用聚合物薄膜，所以反复折可能会造成折痕，而且会越来越明显。Fold 8改成了钛合金薄膜，搭配下方的钛金属板，跟以前的材质比提升了20倍，怎么折都能够回弹。但是钛金属很硬，所以神送在弯折处打了很多的洞，让它弯得下去。所以这次改了材质，折痕就不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明显吗？也许还是会，但是有这层理论基础在，或许就不会那么的快。那这次铰链就没有作用了吗？当然还是有 ，Armor Face Hedge 还是在，但神送做了一些调整，让你更好的打开手机，更有效的开合，展开后萤幕看起来更平整，萤幕亮起来的时候也几乎感受不到折痕。但也是因为神送这次改变的策略，更注重折叠机开合的操作体验，导致 Fold 8在悬停的角度变窄了许多，开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弹开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，神送似乎取消了 Fold 8的 Face Mode。虽然我不确定这个功能到底实不实用，但 Ultra 一样悬停角度变窄了，而却仍旧保留了 Face Mode。只能说神送在 Fold 8跟 Ultra 的2个尺寸中做出了使用上的区别。Fold 8偏向了日常娱乐使用，而 Fold 8 Ultra 则定位在工作及商务上的应用。萤幕变这么大，当然是要打一下电动啊！用 Fold Ultra 来玩一下这款荒野乱斗，有没有萤幕又大又爽？你看我这样是不是会压到喇叭？对，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吗 ？Ultra 握不好很容易压到两旁的喇叭，背面镜头又有点重，最好是反过来玩，不会挡到喇叭，还能握住镜头，稍微有一个支撑点。反观 Fold 8就没这个问题了，打开不用转线就可以直接玩，只是喇叭在同一边呢。但听起来似乎没什么影响，这样看起来蛮爽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它当游戏满版看起来真的很爽，不录影的。没有满版了搞什么？怎么进入战斗就没满版啦？没满版就要比黑边大小了。Fold 8还是略胜一筹啊！只能说虽然满版很爽，但还是要看 APP 的适配性。Ultra 还有一个小不便，太方了有时候不知道按键在哪里，啥都没。传说对决，不得不说 Ultra 搭配这个精美的手游画面，真是非常漂亮啊！是满版的游戏满版你看很棒很棒。开始手就有点酸了，但是 Ultra 即便是拿横的，也还是太长了，握久了手有点酸呐。不然就是要把按键改成往上移，握在中央会比较轻松一点。Fold 8就没这个问题啦，我愿称 Fold 8为真游戏平板呐，又轻又薄，大小刚好，黑边也少。不专业的来量一下，温度也没有很高。两台即便尺寸不同，游戏视野也没差很多。Ultra 撇除上述讲的一些小缺点，其他也没什么好挑剔的。玩这个 PUBG 也是很出 V 啊，感觉更好瞄了。是因为画面比较长吗？视野很刚好。你又打死了，有没有一下就今晚吃鸡了啊？没有啦，因为我是新手，对面比较弱啦。然后玩这个原神也是，我没改什么显示设定哦，除了远处风景要读档以外，人物本身动作是不会卡。但是折起来玩也是蛮漂亮的奇怪，怎么改用 Fold 8玩会有一种萤幕变大的错觉啊？比较宽还是比较吃香啊？玩这个明草也是一样的道理啊。这个怎么讲，你们大概也很难体会。我们搬出一样适合打电动的 iPad mini 来玩就知道差别了，有没有这个厚度，这个黑边？也许 iPad mini 的效能更强，萤幕更大，但这个两者的操作体验真的是不一样啊！只能说更期待 iPhone 折叠机啦。然后老师说不要老是打来打去，所以来试试看玩这个益智游戏明星3缺1。这个时候就很吃 APP 的适配性了。俗话说优化不好就要比黑边大小。可以呢。只要跟他讲说我不玩了，我要砍账号，他就让你，他会偷听，这个要砍账号但我比较在意的还是不玩了以后这个跷跷板啊。那用折叠手机拍照呢，也是一件很妙的事情，让我想起几年前大家喜欢开拿着 iPad 拍照的玩笑。不过折叠手机有一个很棒的功能，那就是使用后镜头自拍。大家都在嫌手机的前镜头画质没有后镜头好，但是用后镜头拍照又完全看不到自己。折叠手机就可以完全改变这一点，翻开后简直就是自拍神机呀！后镜头的优势是什么？像这支 Fold 8 Ultra 主镜头居然达到2亿画素，是2亿也不是2000万啊，各位。当然拍照不是说画素越高就越好，上一支拿着2亿画素照片做噱头的 Luna Ultra 手持相机是合成的，而这颗2亿画素是单颗镜头货真价实的2亿，虽然只能主镜拍，后期做裁切画素也不至于少到不能用，也有2倍光学品质变焦。还有一点很有趣的是 ，Fold 8 Ultra 每颗镜的画素都不同，而且神送不像 Apple 会告诉你焦段是多少，主镜2亿画素，超广角5000万画素，望远镜
镜头降到1000万画素 ，iPhone 17 Pro 就简单明了，全部都是4800万画素。那 Fold 8呢？Fold 8没有长焦端，剩下2颗都是5000万画素，这苹果味飘出来了啊！那照片拍起来如何呢？我们这次有超多相机可以测的，来，阿宏搞力啊！要测试拍照怎么都在下雨啊？不管啦，这是除了 Fold 8跟 Ultra 之外，还把 Pocket 4P 和 iPhone Pro Max 一起比较，可以看到这4张照片除了色调不太一样以外，左上的天空 Fold 8一片死白啊 ，Ultra 稍微看得到一点点细节，4P 选手直接不演了，整个细节都出来啦。感光元件在嘎吱高光上还是略胜一筹啊，但即便 Ultra 这张是用2亿像素下去拍的 ，Fold 8在细节上看起来也不会逊色多少。再来看这个人像，拍一个小美3台都看起来差不多，就你一个4P 一场粉嫩是怎么回事啊？残酷点放大来看 ，Ultra 2亿像素的法令纹啊不是细节琢磨的更用力。个人觉得 Fold 8的细节跟 iPhone 差不多，不过这张 iPhone 似乎有补一些气色上去啊。4P 就不用说了，这异次元来的吧？然后来拍这个美食舒服了一克365元，抹茶拿铁170元，小美还点了一杯咖啡170元，这个照片要花700元是怎么回事啊？拜托订阅按赞一下。这个美食也是一样，大家看起来都很好吃，就你一个4P 特别浓啊。虽然颜色很暖，但4P 在细节表现上还是很棒。不过其实 Fold 8也还不赖，这张 Ultra 只开了5000万像素，有点失焦啊。不然在呈现光泽上，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。那到了暗光环境下就很考验感光元件了。果不其然，4P 整个毛茸茸的啊。iPhone 可能觉得太暗了，气到直接拉亮，细节是变多了，但噪点也变多了，怎么回事 ？iPhone Fold 8显得更均衡一点，但 Ultra 2亿像素在细节上还是多了一点点，而且噪点似乎也没增加多少哦。最后再来看一下长焦端，长焦端几乎是 Fold 8最弱的一环啊，因为它根本没长焦，硬是拉到4倍，跟 Ultra 比有一点惨不忍睹。但 Ultra 的长焦也只有1000万画素，经不起多少的放大啊，对比 iPhone 瓷砖都没了啊。iPhone 的长焦端可是有4800万画素，只是4P 的瓷砖看起来更仔细啊。最后我们也拍了段 8K 的影片，虽然只能输出成4K， 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吧。但没事，我不会拍什么8K 啦，档案有够大的。是想说都花了700元，不拍一下行吗？哭哭。再来要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块内萤幕虽然合起来比较不会去刮到，但它其实是在 UTG 上，也就是超薄玻璃上再贴上一层保护层。这层保护层并不是拿来防刮的，是因为 UTG 是一种做的非常薄、能够弯曲、有韧性的玻璃，但就怕它破掉，所以再加上一层保护层去对抗外在冲击。但是问题就在这层保护层是不可以做更换的，它也不像玻璃那么耐磨耐刮，只靠它的话，内萤幕用一段时间就会有一堆刮痕了，所以外面必须再贴一层可以更换的保护膜，其实就是像我们平常在贴的保护贴啦。只是这块保护膜只能由原厂贴，我想应该是牵扯到折叠时的一些眉眉嘎嘎，材质厚度不对，贴不好都会有很多的问题。这块保护膜似乎也纳入 Fold 系列的保护范围内，所以出厂时就已经帮你贴好了。官方也再三的提醒你不要自己撕掉。至于外萤幕嘛，跟一般的手机是一样的，原厂就没有贴了，所以记得来 Q 哥贴一下哦。然后还有一点，我也觉得挺重要的，重量。你大概会说这2台201跟215公克哪有多轻啊？17 Pro 也是206公克啊，这没有错，但不是拿来跟 iPhone 比，而是要跟 iPad 比。拿折叠机就是希望有平板的效果嘛。最轻的 iPad mini 也要293公克，Fold 8展开后的厚度也是比平板薄了不少。这种重量跟这种厚度，你用 Fold 8花一段时间打一场游戏，或是看一段影片后，再回过头来你再拿起 iPad mini， 这种突如其来的厚重感会让你对折叠手机感到非常的惊艳。而 Fold 8跟 Ultra 这2台的电池容量分别是4800跟5000毫安时，看影片的时间也差不多26、27个小时，峰值亮度3000尼特，大太阳底下看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更新频率1到120赫兹自适应，内外萤幕都是，滑起来还蛮顺的，自适应也够省电。虽然摊开萤幕比较大 ，PPI 也都有400以上，甚至比 iPad mini 的326 PPI 还要高，不用担心萤幕一放大，画面就会变得粗粗的，看起来是蛮细致的。与其说我们今天是在介绍 Fold 8，其实是在介绍折叠机的使用感受。我们想要表达的是，这个世界在改变啊，使用习惯的改变也许就要到了。更宽更矮胖的直立机身，平整的展开萤幕，漂亮的 OLED 萤幕，超薄玻璃也是可以弯折。Fold 8这个尺寸现在的感受度是非常好的，也打破了三星折叠机的预购记录。智慧型手机已经很久没有更新革命了，也不是说 Apple 出折叠手机就是什么创新。Fold 8这个尺寸呢 ，OPPO 跟 Google 在2021年跟2023年都曾经尝试过，也许是有远见，但生不逢时；也许
是小厂孤军奋战。但2026年的现在，华为跟三星都抢在 Apple 前面，已经推出这样的尺寸了。Apple 也极有可能在9月就会加入这个市场，甚至小米、荣耀、OPPO 相近的尺寸机型也都准备好要发表了。但也代表着对于折叠机技术上面的认可，以及对于折叠机感受度的问题，找到了最佳的解法。我们不喜欢去强调谁比较强还是谁比较烂，重要是 Q 哥也都会一直在这里，我们都希望能够有好的产品体验。总之呢，神送这次确实打出了一张好牌 ，Fold 8使用下来是真的很赞，但也真的很贵啊！想要买就密切注意价格，也密切注意 Q 哥每个品牌的手机都有卖。那最后就是感谢你的收看，感谢你的陪伴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